上个月底，立法院第11届第4会期已经结束，行政院所提出的国防特别预算条例草案，历经2个月的努力，却持续遭受阻挡，未能复为审查。在迎向农历新年的同时，我期待在立法院新会期开议后，国会运作能够展开新业，尽速完成国防特别预算条例的审议。今天的这场记者会，特别由国防部顾立雄部长和梅家树总长分别向国人报告政府对国军待遇的重视，以及国防特别预算的重要性。我要强调，国家的防卫不能等，安全不能等，对子弟兵的支持更不能再等。现今国际间已经有高度共识，认为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持续扩大，印太区域国家都增加国防预算，包括日本，今年国防预算1.8兆新台币；韩国今年国防预算1.4兆新台币；菲律宾也增加，台湾也不能例外。特别预算8年为期1.2兆新台币。尤其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台湾致力于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我们提升国防预算，维护国家安全，绝对不是挑衅，而是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为确保世界安全的努力。这样的方向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支持。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况，国军弟兄姐妹最迫切的就是能够及时获得先进、精准的武器装备，用最先进、最精良的武器装备守护台澎金马，确保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此，国防部以专业规划之下，我们提出了为期8年的国防特别预算，从7大类持续强化国军现代化作战能力，以及不对称作战的能力，落实新训练、新思维、新装备、新科技的建军精神。我要重申，提升国防的支出，加大安全投资，是民主有盟国家的共同趋势。这也使得美国等主要军备供应国当前产能早已经排满。我要感谢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支持，为我国发出报价单，同时台湾宣示自我防卫的决心，更获得美国白宫参众议院跨党派议员的公开支持。但现在预算迟未通过，除了可能让台湾跌出优先名单，延宕关键武器装备的交付，更会让国际社会质疑台湾守护自己国家的决心。身为总统，也是3军统帅，我有责任，更有义务向全体国人同胞说明清楚这些延宕所带来的急迫与风险。近期有舆论指出，这笔预算的延宕与政府没有编列在野党委员先前提案替志愿役官兵一律每个月加薪3万元有关，并批判政府不照顾军人。我要严正声明，这是完全错误的连结。其实民进党政府比国民党政府更照顾国军。过去10年，执政团队除了适度为军公教加薪，累计调幅达到14%以外，并为国军推动装备换新、老旧眷舍改建，更完成23项加级调升，来照顾国军权益。光是去年，我便调薪5项加级，每年增加支出138亿元。有关这部分，稍后顾部长会做更详尽的说明。国军是庞大的组织，不同地区、不同单位
不同任务的弟兄姐妹，可以支领的项目本来就有不同的加级设计。也正因为如此，在野党委员所推动的齐头式加薪，除了有违宪之余，也缺乏专业考量，有碍军中伦理，不利军中领导。因此，行政院已经提出释宪，做合宪，则以追加预算回补。身为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要合法合宪，来提升军人福利待遇。唯有制度正确，保障才能够稳定，国军全体同仁也才能够安心。我要强调，政党之间可以竞争，政策也可以充分沟通，让国人选择。但攸关国安、主权与基本生存的国防，更应该要携手团结，一致对外。面对各种质疑，军方和执政团队从未要求国会无条件通过任何国防预算，而是希望在安全机密的环境下，向朝野立委详细说明预算规划与运用，立委可以审查通过。我们愿意清楚说明如何运用预算守护主权，并且提升军人的工作环境以及待遇。另外，还记得21年前我担任立委时，美国决定出售8艘潜舰等军购，来强化台湾的防卫力量，稳定台海现状。但行政院提出的军购特别预算案，在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被阻挡了69次，最终导致流产。如果当年能够通过这项军购案，属于我们的8艘潜舰早已经成军，相信台湾能够对区域的和平稳定提早贡献更多力量。如今，当外在威胁不断提升，建军工作更加迫切时，我们再次看到阻挡提升国防的场景，台湾绝对不能够再重蹈覆辙啊！去年10月26日，我同样与顾部长在总统府向全体国人报告这个预算案。今天我要再次强调，许多国际友人一再告诉台湾，强化国防不能再等待，不能被拖延。我要再次诚挚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在年后开议，就即刻实质审议，尽速通过国防特别预算条例。我们一起强化国防，守护国家，让台湾继续繁荣发展。亲爱的国人同胞，和平无价，战争没有赢家。台湾提升国防不是要侵略任何国家，我们只是要守护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我们对和平可以有理想，但不该有幻想。一纸协议无法换取和平，唯有实力才能够确保真和平。备战才能够避战，能战才能够止战。国军同仁是守护主权、维系和平稳定最重要的支柱之一。除了站在第一线保家卫国，在天灾地变时，他们更成为国人最安心的依靠。支持国军，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专注战训本务，这应该是朝野政党共同的责任，更是全体国人的基本共识。我上任以来，前往滨海的国军据点、电战部队的基地、驻守机场的航空部队，以及位于海拔3000公尺的雷达站，到各地关心坚守岗位的国军弟兄姐妹，他们不分性别，不分年龄，都是我们的孩子、家人与朋友。正因为他们24小时守护国家，国人才能够安心过年，产业才能够稳定发展。现在让我们一起成为国军最大的后盾，提升他们的工作环境，并且提供最精良的武器装备，负起责任，守护区域和平，确保台湾繁荣稳定。谢谢大家。